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给2024年进步最大6位女演员排名，赵丽颖男进前3，第1无争议；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2024接近尾声，忍不住想高呼一句：今年的国产剧也太牛叉了！一部被央视评为艺术孤品的《繁花》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有关都市与光影的视觉盛宴。我的阿勒泰紧随其后，带着广袤的草原、洁白的雪山，赴一场与治愈有关的约会，远赴人间惊鸿宴。年代剧作为国产剧3巨头之一，也不落下风。北方有代表性的《南来北往》，讲述了时代变迁与大院人情。南方则出了温情满满的小巷人家，一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日子，引发无数观众共鸣。年代剧、悬疑剧、谍战剧百花齐放，观众追剧追得过瘾，演员演得也过瘾。有人拿奖拿到手软，有人事业扶摇直上。比如下面这6位女演员，可以称为2024年进步最大的女演员，排名有先后，就看谁能争得魁首。第6名，姜妍《南来北往》。在拿下白玉兰女配的奖杯后，一袭黑衣笑中带泪的姜妍，终于得偿所愿。这朵东北大牡丹在《南来北往》的滋养下，终于热烈绽放，靠姚玉玲一脚占尽先机，成为剧中最耀眼的一颗星。但实际上，这个人物并不讨喜，拜金渣女，唯利是从，爱情不仅是感情追求，更是人生跳板。这样的捞女人设放在剧中，一般都会成为喷子的靶子。但偏偏她的演技有一种神奇的功能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明艳张扬，美丽娇憨，不仅富有独特的女性魅力，还自带喜剧色彩。就算预算有限，宁愿不吃饭也要买布做新衣来打扮自己。看似荒唐，实则是在用心浇灌自己。麻花辫、红头绳或格子或大红的搭配，极具年代色彩。看似俗气的装扮，却被姜妍穿出了精致的复古风。更让人感动的是她的演技。一盒大白兔奶糖引发了少女心事，一个娇羞又大胆的抬眼，友情还是穆少爱立刻分明。在汪欣出事后，又与有望成为火车司机的牛大力在一起。也许开始时的牛大力只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但也在一次次感动后眼含泪光，好似感叹自己遇到了对的人，又好似有些愧疚没有全心相对。多年后火车上重逢，他落落大方与对方打招呼，眼神中既有看到少年欢喜时惊喜，又有历经千帆后的坦然大方。这样的大牡丹，有谁不喜欢呢？姚玉玲最后一次出场，仍旧是与牛大力的重逢。一人事业有成，娇妻在侧；一人历经苦难，街头摆摊。忽然见面，眼神中的躲闪，动作上的难为情，难免让人心疼。之后他捡起地上燃烧了一半的仙女棒，笑中带泪，坚定前行。正如姚玉玲的人生，前半生璀璨燃烧殆尽，后半生仍是未知的灰色，是熄灭还是绽放，留给观众一个未解的谜题。整部剧看下来，不得不感叹姜妍的演技之纯熟，演得了少女明媚，也演得了中年落魄，从绽放到熄灭，是一个人光华璀璨的一生。姜妍也确实该火了。第5名，刘亦菲《玫瑰的故事》。2024年之前，刘亦菲的演技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，眼神空洞，表情麻木，台词含糊不清。出道多年来，最出圈的仍旧是天仙美貌。是演员还是花瓶？近2年，刘亦菲一改往年的佛系，作品与商业活动都在不断增加。一部大爆特爆的《梦华录》，古偶与女性读美的双重题材，让她一出手就是巅峰赛。但演技的讨论度仍旧远远小于美貌。
直到去有风的地方与观众见面，他的演技才真正被认可。而暑期档的一部《玫瑰的故事》之后，大家忽然发现刘亦菲是担得起这样有情绪冲突、人物成长、家长里短的戏的。她在其中饰演的黄一梅一角，横跨20年成长，经历了生离死别、爱恨情仇，人物的成长与情绪的转变都十分贴合人物。比如初入职场时的明媚自信，恋爱时的自我和情绪化，情绪崩溃时对着一幅画发脾气的场景，像极了无数恋爱中女孩子求而不得时的歇斯底里。满怀期待的进入婚姻，却因为婆媳关系打破了对美好生活的幻想，绝望、崩溃、麻木，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消失，一边争吵，一边厌恶自己的改变。这种情绪不像演的，更像是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糟糕的婚姻。与傅家明的最后厮守、山中诀别等，不舍又难过。刘亦菲对这种情绪的转变和克制，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。相比于最初的会因为感情崩溃、怒吼、歇斯底里，逐渐变成现在的隐忍不发，这是人物的成长、心境的变化。尤其在送别傅家明后独舞那个片段，看得人心碎泪目。以同一张脸演出了一个人横跨20年的感情经历和心理成长，毫无表演痕迹，正是一个人漫长的半生。2024年，刘亦菲用演技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第4名，赵丽颖。2024年对赵丽颖来说是一个丰收年，接连拿下2个视后奖杯，还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，电影电视剧双丰收，风光无限。一年3座奖杯，观众的评价也只有4个字：实至名归。当同时代的85花还在古偶转圈时，赵丽颖早就开始朝着演技派转型，从电视剧转向大荧幕，从偶像剧转向现实主义题材。尤其在2024年，赵丽颖用演技让所有观众认可了她已经从流量到演员的转型之成功。春节档一部第20条，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虽然戏份不多，但足够亮眼，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全素颜出镜。为了演好哑女这个角色，早早进入特殊家庭，学习手语，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和表情。一个抢孩子的眼神戏，就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母亲的恐惧、无助。尤其在高楼上的纵身一跳，以生命搏公平，将影片带入真正的高潮。1个月后，与林更新合作的《与凤航》上线，再次回到古偶圈。他在剧中干净利落的打戏，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励志剧盛宴。新剧开机将原弄官宣，乔妍的心事与浴火之路先后上映，一边有作品与观众见面，一边用奖项证明实力。2024年，赵丽颖已经靠热度与口碑完成了事业的飞升。第3名，唐嫣《繁花》。2024年初热度最大的，应该就是王家卫严选的《繁花》3美。只不过相比于辛芷蕾和马伊琍，大家更加关注唐嫣的表现。毕竟在此之前，她的傻白甜形象实在太过亮眼。事实证明，她给了观众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唐嫣饰演的汪小姐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，职场上的行事火辣，与宝总之间排骨年糕的感情，最后决定靠自己的坚决。一次次的情绪递进与人物成长让观众惊喜，原来唐嫣的演技这么好。第2名，蒋欣《小巷人家》。有华妃、樊胜美等多个优秀的角色，最让人惊讶的是，蒋欣竟然至今一个奖项都没有。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演技仍旧是被观众认可的。在《小巷人家》的表演中，她饰演的宋莹一角让人眼前一亮。现实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她，在剧中孩子走丢那一段的表演直接封神。衣衫不整地出门，脚步软绵杂乱，有话说不出，
这是一个母亲最为恐惧的一面。身子似有千斤重，双脚更似浮云，力道全无。更为惊喜的是，蒋欣作为一个北方姑娘，能将江南女子的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尤其在与李光洁的眼神戏中，柔情似水，眼神拉丝，浓情蜜意。母亲与小女子，妻子与好朋友，一个人多个身份的不同演绎，蒋欣真的成了一个多面体。不得不感叹，这次总该轮到蒋欣拿奖了。6. 第1名，马伊琍，我的阿勒泰。作为繁华3美之一，马伊琍在其中饰演的玲子虽然也很好，但不够亮眼，因为演上海女子对她来说太简单了。之前马伊琍已经在《爱情神话》《我的前半生》等多部影视剧中演绎过上海女人。真正让观众惊喜的是她在迷你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饰演的张凤霞一角。人如其名，她在其中是有侠气的。邻居赊账、做生意被背刺，她全都不在乎，大笔一挥，不过浮云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她似乎完全没有了上海女子的精致，而是真的融入到大草原之中。黝黑的皮肤，朴素的衣服，风中乱舞的头发，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当地人。和邻居嗑瓜子唠嗑，和女儿的相互救赎，和婆婆的相处，无论哪个身份，都是自带生活气息的。2024年，一部《繁花》让观众看到了她的精致，一部《我的阿勒泰》让人看到了她的演技，还有电视剧错位与观众见面。3部作品，3个完全不同的角色，同一个演员马伊琍，此间进步堪称神速。7. 结语：2024年优秀的作品太多，优秀的女演员更多。不过这对国产剧市场来说也是一件莫大的好事。花开满园，各自娇艳，争奇斗艳，正是好时光。